统领喊了13天的狠话，一次比一次宏大。果不其然，大家迎来了他最毫无预兆的 taco。纽约时报等美媒爆料说，是因为美军的弹药撑不住了啊，储备告急。那也有自媒体观点说，是因为亚马逊的数据中心被炸了，动摇了美国科技战略的根本。那之前呢，还有说万斯出来逮着以色列狂喷，是在跟特朗普唱红白脸，要极限施压呢。哪有这么直接的原因呢？如果打得过，美军就算清空库存，他也是会打的。炸一个亚马逊的这个巴林的数据中心，就能让美国民军收兵。真要是那么好用，阿联酋早都是美国的心头肉了。阿布扎比和迪拜才是美国科技巨头们投资最多的数据中心的核心所在地。2025年被寄予厚望的那个星际之门，就在阿联酋。那现在被炸的是一魂出世，二魂升天。停火跟美国要保住科技供应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说万斯和川普的红白脸就能给伊朗极限施压，那伊朗还要超高音速导弹干什么？根据伊朗方面的数据，这一轮美军在中东基地的288个目标遭受到打击，11架战斗机和直升机被毁，17架死神等型号的无人机被毁，埃尔比勒基地的基础设施完全被摧毁。问你要是取得了这个战果，会不会被2个满嘴跑火车的政客唱一个红白脸就吓着？实际上，从特朗普天天高喊倒计时，然后要大举进攻了，到秒停火，恰恰是伊朗这一次一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胜利。对，伊朗也玩的好一手极限施压。首先第一层就是火力施压。华尔街7月25号报道他的一篇文章叫做廉价、精确和致命，伊朗最好的导弹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这篇文章中就说一款叫做城堡破坏者的弹道导弹是现在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是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900英里。这种导弹呢，可以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来迷惑美国的防空系统，并且呢，携带爆炸弹头可以在最后的飞行阶段分离出来。然后呢，导弹前端还配备了一个小型的发动机，使其能够在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的同时调整方向。那伊朗呢，据估计战前呢存储有2600枚该型号的武器，每枚价值75万美元。可是要拦截一个城堡破坏者，需要12枚剑3拦截弹总价1.2亿美元。所以火力极限施压，它不仅是炸得准还炸得猛，它还烧美国人的库存和钱包短短几个月的冲突，老美已经消耗掉了精确制导弹药总量的1/3，其中防空系统是大出血总计约360枚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经消耗到了190到290枚，占整个比例的80%那总计约410枚的 SM-3 海基反导导弹消耗了130到250枚，接近半仓见底。那2330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消耗量也超过了60%。防空弹打光意味着耗资数百亿建立的美军基地、昂贵的战机、军舰乃至盟友的领空都将成为不设防的标靶。前线指挥官甚至不得不选择性的拦截，放弃部分次要目标以节省弹药。所以不是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被袭，美国就被捏住了命门，而是现在整个中东的美国资产都处于防不住的风险暴露状态。防吧，这个东西还没有弹药贵；不防吧，那弹药是用来干嘛的呢？可以说呀，在神坛上待久了这武器当法器用习惯了，这笔账呢压根儿没算。那防空的账没算呢，进攻性弹药的账那就简直是一个黑色幽默就这13天扔出去2000多枚精确制导导弹，作为主力的战斧巡航导弹，过去10年平均1年采购了不到90枚，前几年更是只造了34枚，一天扔几十枚，1年产量都不够前线霍霍半天的所以前2天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和副统领万斯去国会要钱，张嘴就要1.5万亿，国会老爷们看都看不下去了这钱批给你，哪有产能给你生产呢？他俩现在就像2个精神小伙跟家里要钱，干嘛呢？说我要批发龙蛋孵化，然后承诺等养大了之后可以称霸一方。他手里1没有产线，2没有工人，3没有关键矿产，哪有龙蛋给他俩孵美国打仗它有这么一个特点，打得势如破竹的时候去要钱，从国会到联储，不管什么立场都不会耽误给自家这祖传的生意输血。但是要是打的骚眉搭眼的去要钱，其实就是在甩锅要不就说国会没给钱，或者就说钱没给够，然后耽误了前线，然后呢国会再把这个锅甩过来，如此呢循环往复，最后选民们各自站队，无人对这次失败负责。
刚开打的时候我就说过，美伊冲突 2.0 真正争夺的核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要，美国不敢给，给了美元就要出问题。所以伊朗想要海峡，就需要在事实上拔除美国在中东的各处战略资源。这些战略资源有形的部分是基地、武器、雷达这些物资，无形的部分就是盟友的心态，包括中东的盟友和北约的盟友。这两类资产现在也都面临着伊朗的极限施压的挑战。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性质其实更接近于祠堂，那些建筑如同圣殿，是对美军不可战胜、皈依美国的保护就能获得安全的信仰载体，是先有了这样的信仰，才有了这样的载体，这样的安全皈依的心态才有了美军基地在当地的落成。那不是建筑物和武器的结合体，那是美国真正得以控制海湾、控制石油的精神支点。有这些基地在，那种秩序就在。而这些基地被摧毁，同时被摧毁的还有海湾国家笃信听话就有安全的迷信。伊朗的炮弹撕开的不只是夜空，还有美国武力神话的虚妄。这些基地除了控制和奴役，根本不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安全和繁荣。美国要么遵守之前签署的停火14条，放弃海峡的控制权，要么就被截肢这条伸到中东50多年的长臂。尤其是胡塞武装的下场，我觉得才是这次停火的关键的那一根稻草。之前胡塞一直很克制很多评论说胡塞在明哲保身，其实在战略上，胡塞的地理位置，它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在此前的战斗中共襄盛举而是在对美国的极限施压的关键时刻，完全切断西方的幻想。无论是从红海出海的石油管道，还是欧洲进出地中海赖以生存的航线，在伊朗打击美军控制力的最关键的时刻，送上通胀的绝杀，这才是胡塞武装最大的作用。这是非常有战略的一次布局，无论是欧洲还是中东，曼德海峡成为了最后的希望的那一刻，将其掐灭。这对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的打击是极端致命的，这才叫真极限施压。那第三重极限施压其实就是伊朗现在非常坚定的战略目标和作战意志，对垒的则是美国国内现在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和共和党需要完成中期选举的现实。伊朗现在已经不跟你谈什么解除制裁、什么伊核协议了其实也很简单，伊朗如果获得了海峡的控制权，真正的收益并不在过路费上，而是主权信用的升级。美元的气运，这不是就会有一部分转移到伊朗的主权货币上来吗？有能源还有保障能源出口的能力，这个就是信用。其次呢，中东地缘秩序的重构就会导致谁还能制裁伊朗呢？海峡你还想不想过了呢？其实这个制裁它就自动解除了。这个账呢，现在整个伊朗都能看明白，轻易绥靖，加沙就是前车之鉴，而战斗到底则是云开月明的结局。内部利益现在高度统一，而美国就不一样了，大家本来就是奔着特朗普是和平总统，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才给川普投票的，而现在呢，距中期选举还不足100天之际，打成这个样子。那最新3家不同立场的公司民调都显示，大统领的支持率已经创下了第2任期的新低，不支持率持续走高，强烈支持的选民比例下降了1/4，从19%掉到15%，这可是 MAGA 的铁盘。可见伊朗的战事对大统领的伤害不可谓不大。在这个节骨眼上打不赢，那就只能在别的地方赢所以才祭出了所谓强迫劳动加10%关税的这种昏招。最好笑的是，现在印度、日本、以色列、韩国、瑞士、新加坡、欧盟、英国、加拿大全都是强迫劳动了连阿根廷、菲律宾、卡塔尔这种时刻表忠心的小弟他都没放过。那他不知道关税其实没啥用吗？这样会破坏美国的长期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乃至盟友关系吗？他当然知道，但这不是被伊朗极限施压的没招了吗？还有这几天，英伟达跟韩国 SK 海力士签署了7500亿美元的大单，然后博通跟三星签了2000亿美元的单子这个韩企投资美国，并且优先给美国提供内存就有这个财经博主高喊说美国要控制 AI 供应链了。韩国的军事指挥权就在美国手里，驻韩美军这个词儿了解一下呢，就好像没有这个协议，美国企业有需要，韩国就不优先提供给美国了似的。那一通分析好像美国一下子就控制住了韩国的巨头，美国的垄断全球的供应链就指日可待了。拜登一直想推动的那个瓦森纳协议的升级版也了解一下呢。美国想垄断 AI 供应链，从来它就不是个秘密，而且是先完成了围堵，结果被我们通过 DeepSeek 升腾950乃至 Kimi K3 成功突围了，才导致垄断失败的。
就是我们用的是没有办法垄断的平价产品，就完成了科技突破。不是美国现在要加强对 AI 供应链的控制了，而是本来就没控制住，现在要演一段给自己的选民看了。韩国的产业链和金融市场本就是美国体系的一环，没有这个协议，美国对小韩那也是予取予求，要啥给啥。大统领去年去转一圈，红口白牙的就是2000亿美元的现金投资，这个所谓的历史性大单，给美国民众看的价值远大于产业上的价值。至于说那现在内存稀缺呀，小韩会不会完全不提供给我们啊？我的建议是学好使正经，刷啥视频都不怕。现在的在明可不是尹卡卡那种草包，美国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已经破产到这个地步了，本子正面临着高压锅焖鸡的死局。小韩真正的安全保障在东方而不在西方，政治支持在金砖而不在北约。这个协议跟之前号称万亿投资的星际之门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就好像孙正义和奥特曼往一起一站啊，再来个6000亿美元的投资，那两人就能有丝分裂出来一个奇迹一样。而实际上，除了 SB OpenAI 这一非常响亮且具有前瞻性的名头以外，啥也没有。真正没建立起来的问题是美国没有那个基建的能力和让 AI 全链路落地的生态。想在美国本土解决整条 AI 硬件供应链垄断的这个紧急程度，远小于美国战斧导弹和产能提升以及 F-35的雷达生产。难度呢还远大于美国军工复合体扩产，这两个紧急程度更高、难度更低、价值更大的工程都完成不了，号称签个单AI 的问题就能垄断解决了，跟大统领要戴一个这个竞选48届美国总统的帽子，就号称要挑战第4次竞选，它是一个思路，就是大家快热闹一下，赶紧把被伊朗极限施压的这个窘境给忘了吧，那我就依然是赢麻了。至于现在那些被炸得七零八落的美军基地，没有矿产资源无法扩产的军工生产线，和连电力系统以及水网供给都成问题的局面下，如何让 AI 硬件供应链在美国陆地生根蓬勃发展，然后狠狠卡住东大的脖子，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大统领先把眼前这个坎儿过去，什么能转移矛盾，什么就是大统领的方向，仅此而已。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